这是我一直想来到的非洲深处，古老文明的回声，极具张力的自然景观，独特而鲜明的传统文化。终于，我来到了埃塞俄比亚。来到埃塞俄比亚完全是一个巧合。穿越非洲，在我完成了肯尼亚之行后，时间已经从2024年的1月22来到了2025年的1月22。我给自己的1年穿越非洲的时间已经用完了，于是我终于决定回国了。那是我在去到非洲4年半的时间里第一次回国，见我妈，见我妹，还有那自打出生以来我就从未见过的如今已经6岁的外甥。比起穿越非洲本身，更多人在意的问题是这旅行的钱是哪来的。新冠期间我就在非洲驻外工作了，我的旅费也都来自我驻非工作的收入存款，自媒体没有为我带来1毛钱的收入。哦，不对，有的平台确实也会隔三差五的给我那么几毛钱，但有的平台真的是1毛不拔。可我还在坚持分享啊，这则完全是因为我喜欢旅行，我喜欢视频这种传播的载体。我不喜欢社交，但是我离不开人的社会属性，我需要一个窗口自我表达，依旧保持着与这个世界的链接，即使这种社交方式往往是单向的，走的路越来越多，钱袋自然越来越空。于是我选择先继续去工作，等有钱了再继续出发。只是无奈的事情是，一日驻非，则可能终身驻非。时间有限，生命太短，我只想去我没去过的地方。为此，我拒绝了所有来自我去过的非洲国家的 offer， 登上了去埃塞俄比亚的飞机。我决定坚持完1年的埃塞俄比亚驻非工作。公司给我安排的房间，除了高低床和2床被子，家都四壁了。谈起来吃则安之，我立马又支棱起来。我深知作为一个打工女，我需要给自己争取太多的东西，即使是一张稍微好点的床。我的工作是处理各种对外商务杂事，没有固定的工位，哪里都可能是我的办公室，银行、咖啡厅、楼梯间。上班坐着公司的车还人模人样，但一下班，你就能看到一中国女的正踩着烂泥地往工厂宿舍走。司机不是随时待命，我常常得自己解决一些交通问题。公司有些人是坏的离谱，有天晚上开完会故意不给我安排车，公司地偏又打不到车。那晚我就在非洲黑暗的街头，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委屈地走回了宿舍。在非洲当社畜，我的技能也被迫升级。要是你们懂，可能是所幸以为这种知识点我都有幸掌握。每天上班前都默念，我只是来赚钱的，然后就去我想去的地方。但是我真的受不了有事没事就开会，无论跟我有没有关系，都要拉我上会。晚上9点都准备睡觉了，老板这时候他妈的还要找我聊工作，待遇差我都忍了，但浪费我时间，压榨我时薪，这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实在是不想给2个直接回，聊工作就在工作时间聊，你这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吗？我要睡觉了。吃完后我真的超级爽，老板气到手指发抖，气不过啊，第2天反手就把我给开了。很好，谢谢成全。这工作实在做久，早都不想做了。对于那些虚声，哟，这90后老阿姨还出来整顿职场呢。嗨，人活着不易，保持乳腺通畅是我一生的追求。既来之则完之，上班不成，那我就继续穿越非洲。我在埃塞俄比亚穷游的第一站是 Samara。前一天亚的斯亚贝巴的冷空气还让我倍感压抑，今天 Samara 热浪袭击，让我措手不及。Samara 位于阿法尔洼地的边缘，这是世界上海拔最低也最炙热的地区之一，气温随超40°C。哪怕是走在 Samara 最繁华的街区，映入眼帘的依然是荒凉与散漫。这里的主要居民是阿法尔人，是埃塞俄比亚最独特也最边缘的民族之一。当地男人的夏装往往只是一匹布，他们普遍信奉伊斯兰教，多数是游牧民族。Young baby， 看看镜头。地处非洲板块、索马里板块、阿拉伯板块3大板块交汇之地，地球炽热的能量正在脚下翻腾。荒芜的石山，密密匝匝的羊群，远远凝望着你的阿法尔西条少女，随手按下快门，都是这个民族在极端环境下持续书写的粗粝现实。
埃塞俄比亚之前，基于地理直觉，北非许多国家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邻国苏丹和索马里都是穆斯林国家，再加上埃塞俄比亚同位于非洲之角，于是我一直误以为这里也是一个穆斯林国家。然而，当我环游埃塞俄比亚，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到东北部的阿法尔地区，北部的马卡里、豪森，南部的 Ziwi、哈瓦萨、阿尔巴明之特米，再到东南部的靠近索马里兰的吉吉嘎，我亲身体验了各地独特的文化、宗教与历史。在我旅行绕了一大圈之后，我对埃塞俄比亚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在埃塞俄比亚，时间有自己的节奏，这里至今依旧沿用着古老太阳历，比世界大多的地方慢了整整7、8年。坐上时光机，回到过去。我才23岁。日期变化的同时，钟表时间也有不同。埃塞俄比亚的时间在数字上比国际时间晚6个小时，这一点对于坐车尤为重要。比如，你以为这是晚上8点发车，实际上凌晨。环游埃塞俄比亚大多数时间我都住在这个叫 pension 的地方，这和养老金没有半点关系。在埃塞俄比亚 pension 就是旅馆担当，这些 pension 通常价格也都不贵，比如说这间仅要400比尔。该有的东西都有，马桶、热水器、浴缸、洗手池、mirror， 全都是坏的。还有这床虫是真的很。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的阿克苏姆王国曾是红海地区的超级强国，与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和印度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埃塞俄比亚信奉的埃塞俄比亚正教是这片土地特有的基督教传统，与许多非洲国家不同，这里基督教并非西方殖民输入，而是埃塞俄比亚在公元4世纪自主引入并立为国教，因此它是世界上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国家之一，甚至比欧洲许多国家都更早踏入基督信仰文明。这里使用的语言是阿姆哈拉语，并非如许多非洲国家那样被殖民语言系统担保，而沿用英语或法语等语言。这种强烈的民族语言属性使埃塞俄比亚在文化传承上显得更加独立与自信。埃塞俄比亚的主食 injera 是一种经发酵而带有酸味的软面饼，在非洲也是独一无二的味道，在众多非洲国家的饮食面前，往往能立刻脱颖而出。injera 不仅是埃塞俄比亚人的主食，更是他们的骄傲。就像他们谈起自己古老的文明和宗教时的自豪一样，他们一日三餐都吃 injera， 大多数人眼里也只有 injera。我在教他们说好吃，因为这个菜确实挺好吃的。好吃啊 ，yes， 好吃。这一份是啦，它是也不是配着这个意面吃的，然后旁边会给你加一点沙拉。这个面皮皮就是英杰拉啦。加点辣椒就好吃了。相机已经寄出来了，120比尔，相当于人民币大概6块钱，然后6块钱你真的就能够吃到饱。绝给。埃塞俄比亚的民族骄傲还表现在当你和他们了解他们的历史时，他们往往会十分自豪地告诉你说，我们是非洲唯一一个没有被殖民过的国家。纵观非洲被列强瓜分的殖民历史，埃塞俄比亚确实没有长期被殖民，但不可否认的是，意大利也曾占领埃塞俄比亚5年之久。戏谑的是，直至今日，每个埃塞俄比亚人在离开时，口中自然脱口而出的仍然是 ciao。在非洲这片土地上，埃塞俄比亚在宗教、饮食、历史和文化上的独特性，使整个民族拥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这种强烈的国家与民族认同在非洲尤为重要。然而，历史荣耀被不断强化，而现代化滞后、制度问题往往被弱化甚至回避。大多数人们沉浸于古老国度的辉煌，却很少客观认识或反思这片土地当下的现实。没有长期被殖民，并非完全是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埃塞俄比亚没能被迫提前进入工业化，现代化起步更晚。悠久宗教历史让保守观念根深蒂固，宗教权威深度介入日常生活。埃塞俄比亚政教一年超过150天的斋戒日，让许多地区在这些日子里无法工作，生产效率受到明显影响。传统力量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吸收也较慢，教育、技术与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滞后。历史与文化层层叠加，使他们在为过去骄傲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被传统与制度束缚。跳出历史的缠绕，火山沉降后的天坑深邃而神秘，盐湖与硫磺池像是物把你带入外星世界。古老的教堂立在悬崖峭壁，部落的人们在夜幕降临前缓缓跪下，眼界之外总有无尽的广阔。